好，那么今天啊，立法院呢蓝白第3次否决行政院选罢法复议案，不是3次否决复议案，是3次否决复议案啦。那选罢法是第3次送来的啦。哦，那有2个民众党委员在国外没投票，但是就算没投票，蓝白加起来还是赢了，61减到59，还是赢民进党51席嘛。哦，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为什么选罢法要复议？它的理由啦，哦，是说呢，身份证影本呢会被伪造了。所以呢，会增加查核人力跟复杂度了。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为什么联署要身份证？那不换掉了？哦，干嘛要身份证？哦，就算伪造，正面效果还是多于负面效果，你懂我意思没有？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好，那么选罢法复议60比51被否决。60不是2个走了，62、51对，所以少2个60，62了哈，加起来62。吴思瑶说。蓝白赢得不光不彩，会付出代价的。你们给我否决我的选罢法，你们会要付出代价啊！另外呢，这个吴思瑶说，国民党怕了，所以这次发言呢，复议案的发言都是不分区发言，区域怎么不敢讲？怕被罢免吗？啊！那另外呢，这个而且民进党委员说，国民党否决选罢法复议，又想用旧法罢民进党委员，所以呢自打嘴巴，这个很奇怪。旧法是因为你新法还没通过嘛？那你中选会说就按照旧法，1届、2届都是按照旧法。换句话说，是你中选会讲的啊。那国民党是跟你的中选会的游戏规则来按照你游戏规则来玩嘛？那你又说他为什么要提出新选罢法复议，又用旧选罢法去罢免民进党委员？那你不是用这个方法去罢免国民党委员吗？那他们现在民进党又说是国民党发起罢免，那这也很奇怪。那明明是事情总有一个先后顺序嘛。就很多事情我们做主持就觉得现在事实要讲出来嘛。两边都可以讲，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民进党先发，怎么是国民党先发起呢？国民党其实被动才去要罢免民进党委员嘛。你是民进党先罢免国民党委员啊。所以呢，这个黄国昌就说。民进党是为了掩饰执政苍白无力，才搞成什么这个要复议啊等等。民众党是不同意选罢法复议案，所以民进党为什么反对？主要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复议的情况。立法院今天针对选罢法加严修正案的复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也已经出炉，最终呢是以60比51票，所以最终呢复议案是没有通过的，维持原决议。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者60位，超过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第2款锁定全体立法委员1/2人数。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不过呢，今天投票的其实只有111位立委，原因就是因为呢，民众党的2位立委黄珊珊还有林义君2人是没有前往来投票的。不过呢，他们也强调了已经有跟党团请假，因为2人其实现在是出国的。不过也带来关心，先对现在呢，其实复议案是没有通过。稍早呢，其实行政院长钟他也表示了，说之后呢会尽一切各种的努力，还是希望最终可以有好的结果。好吧，维汉。这个刚刚主持人在跟大家讲，这是第3次的复议案，以前不会提，为什么？因为在经过修宪之前提复议案，行政院长失败就下来啦。现在是谢长廷他是下来吗？没有，那是没提。来，那个康哥那时候他想提，对，没有错，就是那时候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谢长廷那时候他也被删了这个预算，删了好像200多亿还多少，200-300亿，对，那个时候的秘书长是谁？就是卓荣泰，所以他2月13号说他想要，1月13号说他想要，对不起，不知道是1月还是2月哈，他就是这个总预算过了以后被删了200多亿，好，那他想要提这个复议案，结果总统是陈水扁不支持，10天以后2月20几号他就辞职了哈。好，那倒回来看哈，因为刚刚讲说第3次，观众朋友很快会有第4次啊。很快有第4次，因为今天刚刚前面在讲菩萨会因众生为果，那韩国院长提出的方式就是。既然都已经通过了总预算案，你要叫我们怎么动呢？可是你就追加吧，好，你觉得甚至其他本来被删掉的，你说台电一直想要再补那1000亿的，你就再提或是干嘛，我们再来处理。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至少2边都有个台阶下。总统院长今天的反应是不要，他不会提的，
因为提多提少都丢脸。好，大佬，他不是不会提追加预算，他是一定要提复议。刚刚卓荣大院长说，他一定要提复议。就韩院长昨天的那个建议，不然大家都放一下哈，不然就复议，因为复议显然会再失败第4次嘛，除非蓝白有拿委员。我问你的，就说复议输了啊，他还不会在复议的后面提各种项目可多可少的追加预算，会不会？这个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不会，因为提了少了被笑，多了也被笑。韩国瑜是无形之中设了一个陷阱让他跳，他不敢提。我跟你讲，他怎么敢提？那接下来总预算这个提出来之后，其实刚刚伟山有在讲啊，因为我们社会多元，各自对这个事情看法解读的民众都有。所以什么叫做这个这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那因果轮回，而且蓝因续果，就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每一个人角度看不一样。刚刚主持人跟大家讲了嘛，如果去年是不是去年？对，去年1月13号投完票之后，因为知道自己是40%，学阿扁总统时期的时候去拜会朱立伦主席、柯文哲主席，然后甚至就跟民众党合作了。当然这个不可逆了啦，直接连立法院院长都拿下来，就做这8票就有了。那现在目前还是完全执政啊，那组个联合政府嘛，可能民众党有几个部会首长，甚至副院长可能都是民众党的话，那就不会是这个困境。那个是因呢，还是这1年以来的所有不管法案改革5法啦、新3法啦还有这个总预算是因？那对民进党来讲，这个是因，因为你在立法院卡死了，立法院已经死当了。民进党的支持者，我看到他们上次在讲上个节目讲说，电脑宕机有没有宕过？我现在用苹果是没有，以前Windows 死当一个蓝色萤幕出来之后怎么办？Control Auto Delete 强迫手动开机啊，所以他们认为现在这个罢免就是要让国会重新运转，所以方向就是要罢掉6个蓝委，再重选6个绿委以后，实际上国会要过半。但是如果以民调来看的话，还有那个选票结果来看的话，6比4那是不可能啊，因为民众党还有300多万票啊。但是有一个 bug 好，最后一句了哈，因为最近以来的连续至少3个月的各种民调，赖清德总统的民调是高于40%了，都有超过50%。所以或许民进党的支持者，还有民进党现在目前柯建铭总召他认为，穷空埋、变空埋，现在绿营的支持者其实比蓝白加起来多，所以只要罢下去以后，立法院的声带可以把它翻转。我要攻击了，我受不了了啦！基本上我受不了了。不要你讲了，基本上那个民调是不可靠的了。陈水扁还拿了70-80%嘞，对。台湾的选民是很善良的，所以你既然当选了，抗中啦，抗中就要赖清德你来听不？抗中有40%了，但是中间的不一定是抗中了，是说选上了就让你做嘛，做看嘛。为什么？那你现在罢免你就没有正当性？我跟你讲，大罢免最大的问题是没正当性，你拿出来讲不清楚嘛？你怎么去讲呢？你现在只能讲说，删我预算就罢免吗？立委的职责不是删预算吗？来，老沈，我受不了。我跟你讲我们这一节不能结束。因为赖清德留下来的那个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到现在我刚刚听到黄伟汉讲的那个我手上攻击，连他也搞不懂啊。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为止，不管哪一个，不管你来自绿还是来自蓝，我们都晓得果是大罢免，对不对？大家都同意了嘛？在座昨天那个他们也都同意，果就是大罢免，就是韩国瑜不要的。赖清德就说你来处理因，那果就会。这个自然没有，那什么是因呢？到现在为止，韩国瑜认为是总预算案，不是啦，不是韩国瑜啦，韩国瑜认为案例一公开一大堆，他也没有答案呢。那我认为是朝小野大，因是朝小你们呢？你们认为？他也讲朝小野大，他也讲朝小野大，他要讲，但不他跟讲法一样了，他还讲了一大堆啦，他讲法一样啦。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澈的。该管给我们的观众一个交代嘛？我没看你这节目有较早，对不对？你们也糊里糊涂。对了，民进党就是认为朝鲜的那是因啦，因为因，但是问题你是同样一天选出来的今天假定说立委是前年选的，那赖清德是去年的，你还可以说我代表最新民意，都是同一天同一批选民，也选你当总统，也选他们当立委，那你总统干得很爽，立委不承认，有这个道理吗？所以朝小野大是一个现实，也是选民的选择嘛。那你就要尊重这个选择嘛，要想办法来化解嘛。怎么不可能化解呢？当然可能化解嘛，对不对？我当总统能不能化解？绝对可以化解。要不你我就讲嘛，你大法官你补提7个人，先问问蓝白嘛，你们有没有适当人选？然后我是觉得这些人还不错，大家讨论看看，这不就化解了那么困难吗？N47委员不是一样吗？你通通不去沟通，
然后通通这个摆烂在那个地方，然后柯建铭这个协调这么一直发言迎停，你这要化解吗？你根本没有化解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罢免时代开始哈。那要罢国民党的呢，超过31席；要罢民进党呢，有13个哦。然后呢，说呢，民进党越来越积极，国民党反而呢有多头马车，因为国民党哦都是叫民间团体在后面搞哦，在前面搞，所以呢，这个各地罢免民进党的团体呢很多，所以各有各自的讲法啊，各有各自的主张啊。那另外呢，从初6开工到现在为止，收到47案，中选会呢这47案里面的44案是罢免立委的。1件呢是县市长的，就是高虹安嘛；2件是县市议员的，哦，其他都是立委的啊。那国民党立委都被锁定了，只有1个没有被锁定，陈雪生啊，因为马祖的陈雪生算了，没有锁定他，连金门陈玉珍都被锁定嘛，哦，陈雪生没有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锁定了民进党的议员要以罢制罢，因为桃园呢6个国民党的委员都被锁定了嘛，哦，那所以。所有国民党就6个，通通把他罢免了，哦，所以他们就说，那民进党没有什么立委啊，只好把干你议员啊，你议员都去动员，就要去罢免这些国民党立委啊，哦，那因为基层否则没事情干啦，国民党的基层只有去罢免民进党那个议员他才过瘾啊，否则没有立委可以罢了，哦，那林俊宪跟王定宇也被罢免，为什么呢？说林俊宪。哦，说呢，这个有一个，因为他们说当选不容易啊，罢免没那么难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叫做萧凌宏，哦，那这个他叫做双语无法党，这个党叫双语没有办法抵挡了，双语无法党。这个候选人80岁了，没有任何竞选活动，选举公报都说我自己不会投我自己啊，你们也不用投我的。结果呢，他得票目标是0，我只是为了讲我的政见，拿到38695票，在台南呢，在这个林俊宪那个选区呢，还有王家珍是隐性参赛哦，而且呢，跟支持的喊出领票就不要盖票，结果呢，他有27197张废票，他说你们投废票给我好了，就拿了2万。换句话说。罢免不是不可能啊，又是几万票，所以要罢免林俊宪啊、哦。然后呢，王定宇说呢，王定宇这次呢碰到陈以信，哦，碰到陈永和里长夹杀，最后拿了89230%当选了，但是得票率只有46%，最多47、45入。他第一次选举拿了153553票呢，第二次只拿到8万，几乎腰斩呢。第一次得票率是72%，现在只剩46%，下次可能更低啊！不满意他的人还很多、啊，为什么罢免不掉？你们说他一定在台南市铁票，告诉你我就把他罢掉，怎么罢不掉？哎，这个气魄了哦，气魄！我们看一下。行动立委横行，罢免势在必行，罢免势在必行。举牌高喊口号，16个罢免国民党立委团体10号下午集结中选会，各个道具齐全，其中12个团队要走第1阶段提议书。台湾有未来。罢免罗明才团队拿出白萝卜，现场把他砍成2半；罢许信义团队更穿上乳牛装，认为他没有为民做牛做马的心。罢免！歌手猪头皮担任罢免林德福领衔人，现场来一首罢免之歌，而带领大部队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更担任罢免徐巧芯的领衔人。凶名在外，大家都怕他。不敢说以前，只要找我做，我也是心虚，那是表演的，没有什么表现。由曹兴诚董事长来领衔担任我的罢免人，我个人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不像曹兴诚对国族的认同反复无常，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去。
如今12个团队下午分批送件，双北蓝委无一幸免。新竹县林思明、徐新颖，台中市杨琼英、江启臣，加上上周19个团队，总共31位国民党立委面临罢免挑战。而民进党立委部分也有12位被送出罢免提议书。不过新竹上高虹安庭审中的案件事件被宪法法庭驳回，如今他的罢免案也送到中选会。民进党当家闹事的一个情况，那么高安市长其实坦白说他也很倒霉。民进党现在在搞大罢免，然后把高安市长一起拉进来，我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不合道理的事情。大罢免潮来袭，不止全台蓝绿区域立委有危机，县市首长跟地方议员恐怕也将成为罢免新战场。来，季凯，看起来连台南的这个王定宇跟林俊宪都要紧张。民进党现在有可能到后来是什么因否自焚？刚赵大哥算了老半天了，我每次一直在算，我都算到后来，我在国民党一直在讲嘛，国民党真的只有一个叶元之比较危险，民进党算了一下，现在可能有5个5比1台北的双5就2个，对不对？你看最近吴思瑶讲话变少了，他上个会期当干事长，你看声音有多大？现在那声音我看小的至少少了这个3/4以上，因为仇恨值太高了，对不对？吴沛憶也有可能被罢掉，2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陈宁跟吴丽华，另外刚刚紧张的这个王定宇。我看了一下，可能5比1啊，所以民进党真的是左赢了，左赢，宜兰，左赢，对，宜兰也是因为你们陈晚会分票了嘛，对，合作也很难讲。所以你看，本来是5比1，那赵大哥讲，搞到后来是变成7比1啊，所以民进党是根本就是误办情势，自己去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民进党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添加这个加这个踩油门，像今天立法院到底在忙什么？你今天去对选罢法的这个修正案去提了一个复议。我先跟他报告，很负责任跟他报告很重要的。我们今年民国114年，过去113年，中华民国只提过13个复议案。现在赖清德跟卓荣泰上台，520到现在8个多月还没，对不对？没有满1年哦，已经提3个了，这不是3胜出局吗？今天又输了，对不对？行政院长都不用你不下台，那你完全都不负政治责任吗？你提一个复议案，弄到鸡飞狗跳，然后弄为整个社会成本朝野对立，这成本有多高？你完全不用负责任吗？就你今天还敢放话，你说财划法总预算你要提复议案，好，再清醒一点，再想一想，你对得起台湾人民吗？另外我们看一下今天提这个选罢法复议案是多离谱的事情，我念一段文字给大家看啊。2019年啊，这些民国108年的时候啊，那时候行政院长叫做苏贞昌，他的行政院的中选会提了一个，说啊，我们的这个罢免啊，要加严，加什么？身份证的营业本正反面。就是这一次立法院通过的案子啊，当时孙中山在立法院怎么讲？你不只是中选会送案子啊，一共啊，他透过这个系统性的大量的抄写名册，一共在罢免的时候啊，有系统性的大量抄写名册进行提案联署，这个是联署造假发生。我们政府绝对不允许深化民主的公民投票这个机制啊，沦为伤害台湾民主的工具。结果没有多久，他女儿苏巧慧，民进党的立法院也提了一个，你要罢免的话，要加身份证营运本。另外，我给大家看一下，去年而已哦，去年包括吴秉叡、蔡易宜21个民进党立法委员也提了一个，他们虽然没有说要附身份证营运本，他说啊，至少要把这个身份证的发照日期要加上去。为什么？一共啊，最近这几次这个罢免案啊，都发生什么？一堆幽灵的联署造假的过世者啊，已经往生的人，他们每一次都有上千个。然后他说，比这个更严重，是一堆黑数没有被抓到的，可能有好几倍。所以他们认为说，现在的罢免啊，联署这个制度是有严重漏洞的。那你们自己都认为有漏洞，为什么不把它补起来呢？所以今天这个荒腔走板，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复议案？就是为了大罢免嘛。另外你去看2个民调，第一个赞不赞成就把身份证原本附上去的，6%赞成，结果你还违背民意。第二个，美丽岛电子报做的民调，他问说你赞不赞成这是民进党推动这个大罢免，7%反对。就你看，你违背民意，然后弄得整个社会对立，然后你现在完全不负责任，已经3胜出局了，第3次，你要继续再搞。而且我要正告的，昨天本来是解决问题好的办法嘛。昨天如果是那个是总统，你邀了5院的院长去，那韩国瑜本来怕被5打1，很多人叫他不要去的。之前的历史是王金平2次都不去，陈水扁要办他也不去，然后马英九办的时候他也不去啊。很多人认为在野党就说，要么你就跟在野党党主席开会解决问题啊，去会被5打1啊。我们要肯定韩国瑜，一个人对5院可能被5打1的风险去，让他带着解决问题的方法去。他说你可以踩刹车啊。我们台湾民众党在讲以苍生为念，不要这样办，这样罢免去最伤害最大的是谁？
台湾社会啊。结果你昨天可以解决问题，结果昨天的总统不是解决问题的人，你变成什么？去解释问题之后，你变成一个过路人。你卡关说跨边球台，你把人找去，把吴院的院长找去，你不是要解决问题吗？你要知道大罢免是个问题，然后韩国也提供你一个方法，你利用那个时间点把它解决问题就好了。结果你又不解决问题，你变成卡关说跨边球，你变成个旁观者。你这样对得起台湾民众吗？这样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还让问题一直拖延，问题越来越严重，好不好？国民党不是在台南要罢林俊宪跟王定宇吗？今天台南5个民进党委员一起开记者会，反国民党的恶霸，你们要罢免我们恶霸而且呢说联署造假，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蓝绿都有可能联署造假，拿名单来抄，所以才要附身份证影本，至少比较严肃一点嘛。那你又反对，现在你又说国民党这边联署造假那王定宇说，民进党的机器要动起来，不能什么光人民团体啊，党部要动起来啊！今天5个开记者会，有一个没参加，大家看到是谁？陈亭妃，陈亭妃没去，我们看一下。台南反恶霸，反恶霸。迎战大罢免，台南立委5缺1喊口号，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召开记者会，却唯独没看到陈亭妃，难道又是为2026台南市长初选布局？台南立委在立法院我们大家并肩作战这大家都有看到。我个人认为，台南市的6席立委应该全部都是反对恶霸的，不管有没有在场。应该都是反对恶霸的，没有一个是例外。在场立委纷纷缓颊，大家立场一致，但询问陈亭妃，她表情无奈，透露完全不知情，也没被受邀，只是台南罢免潮，她也有话要说。该怎么走，罢免的程序怎么走，是以民意为主，可是不应该是这个完全没有罢免战，就突然跑出了一个罢免，这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奇怪。请教说，关于林俊宪委员的记者会，您有受邀？不过，面对韩国瑜院长喊话赖总统，希望能停止恶霸，台南立委批评韩院长应该先问问自己人，为何没看到罢免联署战就能送出一阶段罢免提议书？现在是立法院1打4立法院独大，我最大，立法院霸凌所有其他的宪政机关，解铃还须系铃人嘛。我们应该从这个打结的地方，大家应该要理性坐下来。把这个结给打开最有可能就是台南市党部嘛。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现在就是谢龙介那谢龙介跟人家出来讲清楚是不是你们干的事情嘛？你要扛起一定的政治责任。对此，谢龙介没有多做回应，但如今大罢免烽火连天，似乎也成为立委备战2026的暖身战场。好吧，你说。我跟你讲像台南市这些委员就是整体大罢免的时候是一套说辞。针对自己的马上另外一方说精神分裂这个精神分裂不是只有王定宇这种家伙才会这样连很精明的理论大师林濁水也这样林浊水说他听不懂柯建铭为什么要100%动员，100%怎么样？只是命令也是动员，要这样。那林浊水提出来说，那南部的完全是绿的委员的区，你动员他们干嘛？难道回乡去罢免自己吗？林浊水没有想到，连国民党可以罢免他，他要回访去顾自己的地盘，这个难道不需要动员吗？当然也要啊。所以林浊水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变成糊涂蛋了，你知道吗？罗志雅，你也听了没送出来讲？我保证几年吧，我补充一下哈。我觉得他们5个开记者会，他是讲我们是恶霸，他们怎么不想说他们恶霸呢？而且他们讲说党部都动起来了，王定宇都这样讲哦。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罢我们，我们不能罢他？所以这个是昨天我们党团大会大家义愤填膺的，就是说就全面开战了，就全面开战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讲说罢免整个的正当性不足了？你选不赢就罢，那你也要选几次，所以一般的民众都知道嘛。休息一下再回来。所以哈，还有一个好 ，NCC 本来说进口的3C 产品要收750块的审查费了，那国民党就反对啊，说你这什么意思啊？去抢钱啊 ？NCC 好像不要管。民进党现在委员也生气啦，说这个怎么可以？因为他们有很多这个年轻支持者然后呢，行政院大概也有意见，所以 NCC 说喊卡了，NCC 本来还列出11个答案呢，我们当然要收这个钱我们不要人力去审查吗？那老百姓交税给你，
那你干嘛？所有审查都要付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审查这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嘛？你外聘委员来到底给他多少钱嘛？对不对？你政府这个不应该用这个东西来赚钱嘛？所以呢，民进党团也跑到行政院去反映民意了所以被人家骂抢钱嘛 ，NCC 在抢钱嘛。黄国昌就是说，民进党团指导 NCC 很凶呢，现在喊卡就喊卡的呢，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是说补足委员就好。我跟你讲，你就补足委员就好了嘛，为什么不补足委员呢 ？NCC 现在不能正常，就说我这个照不能审什么。你提几个委员来，这个委员是大家公认的不错的、中立的，没有这个不偏不倚的、不偏袒的学者，蓝白怎么会反对呢？你就不肯啊！你一定要提出来，一定要是你深绿的那深绿蓝白怎么会同意呢？以前你一党独大，你可以提深绿没话讲啊。你现在已经不是一党独大，你总是要妥协嘛。你又不肯妥协，那就让 NCC 空缺所以委员也不够。所以沈伯洋说补足就好了，讲的没错补足就好了。但是你为什么不补足呢？大法为什么不补足呢？所以联合报是说 NCC 是边停摆边抢钱。你现在不说你停摆了吗？然后呢，《中国时报》今天社论叫抢钱扰民故人怨 ，NCC 果然脏兮兮因为《中国时报》他跟 NCC 有仇了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什么意思嘛？我们看一下。不只是加税根本是抢劫直呼根本是在抢劫，全因 NCC 加收750元的审查费，引发民怨。国民党团10号在召开记者会，却意外发现直播间有一个人也在线。抢2小时叫做党团直播跳出提醒，包括前 NCC 代理主委翁博中，还有 NCC 粉专都在观看中。不要只是看直播。公开道歉，撤回政策，停止抢钱，把大家的疑虑、大家的 concern、大家不同的观点带到行政院来，请 NCC 做好妥处。说得委婉，但10号行政立法协调汇报，民党团干部强调已将真实民意提供给行政部门参考。毕竟这审查费之乱对执政党就像一支回力镖。 NCC 上一半民众收取750元的审查费，影响扩及各种层面。现在就有民众发现，在网络上面一枚只要300到400元的智能灯泡都要收取审查费，也就是比原价还多了2-3倍。不止个人受影响，也可能冲击跨境电商，像是淘宝、亚马逊等购物网站价格料将上涨。根据 NCC 统计，第2级射频器材输入审查在2022年有2.2万件，2023年2.5万件，到去年更已高达4万件。若每件都要收750元，公部门多收的钱至少3000万元，更不用说对使用者个人收取审查费用。放眼各国，几乎没有，非常少的国家是在对个人来做收费的。其实台湾在这一方面的法令规范其实是年久失修。于是10号上午 ，NCC 代理主委口头允诺严拟暂缓施行，考虑娱乐器材排除收费，最终在10号傍晚确定暂缓收费。娱乐用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不算在内？主委以及相关的同仁都说还要再回去做研议。毕竟这把燎原之火看来难以轻易扑灭，只能暂时喊卡，用时间换取空间。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有反应啦，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民间都有不同的意思。那不管通过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或国民党立法委员开记者会啊，或是做一些反应啊，那我觉得都很有效了。那你说在这个民意搜集之后，但 NCC 觉得说还是先暂缓好了，再度讨论。可是现在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 NCC 的委员就是不够嘛，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组织会有更适合的人来这边来做一个运作嘛，不然你总不能让这个组织在那边空转。那你预算编了，你还是得用嘛。那现在不只是 NCC， 很多的机关其实都有类似的状况。那我们还是希望在国会的状态不要这么对立，那也不要持续瘫痪这个政府组织啦，因为毕竟 NCC 还是很重要。包含你如果要换一个 iPhone 啊，这个 iPhone 在后面的这个审查，这个也是需要 NCC 来做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去执行嘛。那所以我觉得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其实现在立法院最缺的就是团结，因为台湾只有一个嘛。那不管是怎么样，台湾内部就应该要团结嘛。那希望这个整个政治是变好嘛。那林涛。基本上我们看到美国川普还没有针对台湾的晶片课关税，我们的 NCC 就已经对我们的国人课这种进口保护费，而且刚才从这个民进党发言人口中竟然还在讲说 iPhone 16没办法上市，过去 NCC 就是造谣说 NCC 如果人是没有办法到案的话，我们 iPhone 16没有办法上市。请问现在有没有上市？正常的上市完全没有影响 ，NCC 根本一点的功能都没有，所以 NCC 跟民进党一直在恐吓民众。我们看到过去 NCC 的法规是什么？他说其实过去你个人携带5个人以上5件以上 AirPod 啦，
滑鼠个键盘以上才需要课。然后呢，你进口的，你就是从国外买东西邮寄进来的，不管几件，在法规上都是要课的。结果 NCC 因为被骂，开始乱说法规，说啊没有啦，这个寄进来的要2件以上才会课啦。然后我自己携带通通不用课，这根本是造谣的假讯息。所以 NCC 被骂了，然后就乱解释这些法规，这就是民进党假讯息来源造谣嘛。然后现在才停下来。那我们说嘛，为什么过去几年不收？然后你收了750块，然后你说你不审查，不实质审查，那你到底收是750块？为什么？然后这750块是均一价，就你今天2件、3件通通都一样，大件小件也通通不管，所以才会让大家我们讲说在家里有人买东西这种，我们讲到之后，哎，我们这种阿宅或怎么样，通通都觉得你不合理。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民进党政府是当下停止？因为扩圈了。影响到政治圈以外的人，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真的要想清楚哦。刚才我们这个2、3段都在讨论什么？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到底什么是因啊？到底什么是因？我告诉各位，佛曰当然是不可说，但是现在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因为基隆的案例告诉大家，民进党的因是随时在变化的。谢国良在罢免他的理由不是变了4次吗？变到最后，大日之南跟这个谢国良打官司打输了，所以现在对民进党来讲，他拿总预算来讲，我就必须要讲，刚才这个民进党发言人还在扯，哎呀，你们是中共同路人，这不是跟史书华在扯他前期有中国大陆宗教背景同样的逻辑吗？什么都讲说抗中保台，那不就很尴尬了吗？所以我们必须讲。你现在讲总预算，过去刚才大佬在讲会不会追加预算，我认为也不会追加预算，因为说真的，民进党过去在讲说，哎呀，这个通货膨胀啊，什么这个就我们的 GDP 啊，现在增长要同样的，蔡英文才刚卸任呢，赖清德才刚上来，1年内 GDP， 1年内通货膨胀差到你。赖清德史上新高的总预算却没有办法执政，然后呢，我们砍的总预算总共才6.6%。Elon Musk 是打算把整个美国政府砍14.8%1兆美元的。这2天是砍了1000多亿的美金。我们还是回到 NCC 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我说我的结论是这样，我的结论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呢，民进党对于这个因始终在变化，对于这 NCC 的这种整个的过程中，也让民众没办法接受。我必须讲一件事：如果民进党要一直跳跃性的因，然后要来挑起大罢免时代，我告诉大家，以战止战，以罢止罢。当时 NCC 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国民党当初也是同意的。好，我要说一个事情哦，当初是因为这个不是代理商，他就用这个方式哦，就是大量的进口这个水货来到台湾哦，那没有办法课税，那想要课税他也不给课，用各种方式规避，变成说一台一台直接寄到民众的手上，所以当时 NCC 才出了一个这样的法规，希望可以去遏制这些水货在台湾去无限的去扩张。那第一是水货你没有保障，第二是你这样等于说国家也没有课到税负，所以当时是这样。那当然也让人民自己可以携带进来，就说，如果我今天我可能去日本去旅游，去哪里旅游，我带一台 iPhone 回来，那当然没有课税。我们是要打击这样子不 OK 的厂商，那所以这才是前提。但是，而且国民党当初也同意了，我要再一次强调，国民党同意的是 WiFi 的产品要把它做一个把关。可是现在 NCC 750块跟大家讲说我们不实质审查，所以你说750又没有像民进党讲说过去有这些问题要审查，那你说750干嘛嘛？对，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就回应了。老师，我给我1分钟，我对林涛是很失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把那个因已经定义了、交代了，他现在怎么把低层次的各种因又引进来了？不是又乱掉了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每个人对因都有不同的解释了。接下来再回来，大佬每次都要先。好，高雄的这个分尸案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直接，就是说那个直接的证据。为什么？凶器没有，头颅没有，只找到尸块。所以呢，这个检警又到现场去勘验，这个凶嫌很淡定，你枪毙我好了，怎样？现在扣了4个垃圾车的行车记录器，这垃圾车以及行车记录器了那另外呢，
他为什么会被人家怀疑到？因为他住在他哥哥的房子，他嫂嫂就说这个房子应该还给我们了，所以呢，他就讨厌他嫂嫂了，跟他讨房子，所以突然在公园就跟他讲说，现在不会来讨房子了。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不来讨房子？讨房子已经死了，被他分尸了哦。那另外呢，他在公园哦还拿了钱出来装阔，说现在他每个月有3万块的收入哦。那钱哪里来的呢？说反正不知道到底是自己赚的还是做人头人家给他的，现在还在查。那法医高大成说要找到凶器啊，否则的话哦，他这个凶嫌很狡猾，很难判死啊哦。那你现在找不到凶器，找不到头，那你怎么知道是他杀的呢？而且他的纸条有写了10个人了，哦，1、2、3都被他杀了，第4个逃掉了，说哦还好，第5个是他自己，后面还有5个，那5个还在哪里呢？是没有先被他杀的，也在查。他原来是判无期徒刑的，哦，然后被假释出来了，军法判他，所以警察说哦，6天收了23个尸块。说我们无限期要搜索钱正和，没有说一定怎么查几天就把案子关闭了，没有。那现在呢，他的长相大家想看看也是机密，为什么呢？说因为他没有认罪啊，我们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啊，说为了顾虑人权，所以没有公布他的长相。通常公布长相，看你其他人有没有被怎样，不公布他的长相啊。那另外呢是说呢，不挖化粪池，因为今天《自由时报》有登说都是因为预算被砍了，哦，蓝绿砍了预算，哦，这个《自由时报》嘛，高雄分尸案现评警，因为蓝3预算有关，那现在他们就说跟预算是无关的，哦，因为证据因为为什么跟预算有关？说没有钱去挖化粪池，那现在呢，警方说证据收集已经完备了，不需要去挖化粪池了，哦。那联合报社论说呢，这个高雄开膛手撕裂废死的伪善，他可能都会废死啊，就跟他不会判死刑啊，哦。那现在台湾的问题，因为他现在好几个他杀的都是70几岁的妇人啊，哦，而且他都打扮的绑围巾啊，哦，然后呢打扮的漂漂亮亮啊，然后去骗那些其他的老妇人啊，哦。那现在老人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边特别讲啊。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在4508419人，哦，1月哦，就是上个月哦，死掉的人15018人，生下的人只有9495人，生不如死，这边就看得出来，哦，所以65岁的人已经将近20%了，哦，那越生越少，哦，总人口13个月是负成长的，哦，所以这个蛮麻烦的啊，我们看一下。被害者遗体至今仍然拼凑不全，检方也怀疑嫌犯是不是将残骸丢入了垃圾车内，因此在10号上午大动作的率队来到清洁队查扣4部车的行车记录器。35公尺有了。会怀疑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张姓嫌犯3号早上8点左右骑着单车，前方载着一袋垃圾，将脚踏车停在路边之后，走到对面马路丢包。但他的住家巷口明明也有另一部垃圾车，距离更近，但嫌犯却是骑着单车到另一处大约200公尺的巷口倒垃圾，疑似想躲避追查。已经有那个水在地上了，就是有流水出来了。对，我们也没想到是红的水什么水，我们就把垃圾丢完之后去洗地了。回推时间，2号林姓妇人遇害，嫌犯在3号清晨开始弃尸，而环保局大约3天内会将垃圾焚化完毕，直到嫌犯5号被逮，遗体恐怕早就被火化，再加上影像大约只能保留1周，找寻弃尸证据宛如海底捞针，也因为迟迟不见死者头颅，外界质疑会不会已经被剁碎。我们在这个成功桥下布置了一个拦截的渔网，如果飘起来的尸块，如果到成功桥下事后，我们就让这渔网把它拦住了。10号下午，警方在成功桥下靠近外海码头设置拦截网，希望可以有所收获，也将重点范围设定在金拱桥上下以及成功桥桥底涵洞和桥墩位置。但截至11号上午为止，目前只打捞到23块残骸，其中22块是林姓妇人，只有1块胸部部位的残骸属于张姓妇人。凶器的话，当然就是要潜水人员下去捞找了，因为
凶器比较重啊，大概都会沉在河底。凶嫌至今不肯透露实情，警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止在码头边打捞遗体，现在也查扣垃圾车画面，只希望有所斩获。但到底凶器和死者遗体在哪？犯案动机又是什么？真相为何？实在考验着专案小组的办案能力。我看。因为这件事情骇人听闻，然后在大年这个年假一过以后，大家看2月3号礼拜一啊，它有好多的画面。其实说实在，你说它很厉害，它是一个什么智慧型犯罪，没有一大堆监视器，它跑来跑去丢垃圾，画面都有。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因为观众朋友有两个基证点的，第一个它有一张 A4 纸啊，它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名字，因为写得太潦草，然后去对好我们刚刚讲的有这个赵林信。2月2号这一起最近的儿子找不到妈妈，看起来遇害了，因为找到尸块了。然后有是1月18号的张姓妇人，还有一个去年11月的他的大嫂。那大嫂只是讲找不到妈妈，可是问题是找不到任何他大嫂，包含凶器跟这个如果已经不幸的话他的遗骸。然后呢，这3个人都在他的名单上面，加上第4个。那为什么有第4个？有电话，有联络方式。警方一通以后，这个人还活着，还好你没有遇害。但继续慢慢比对以后，不对啊，有10个人啊，所以另外还有5个人是谁？我们知道警方并没有讲。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他的房间里面，他的公寓2楼有找到3个人的 DNA， 所以就必须要做3件事哦。第一个就是找到我刚讲大嫂，如果真的不幸遇害的话，他所有的生物基证在哪里？遗骸也好，然后头颅也好，然后这3个人看起来，因为有找到3个人 DNA 嘛，这3个 DNA 的头颅都没有找到，头颅是最好辨识的生物基证。第3个就是凶器。你用什么东西杀害他们？这些东西没找到，所以到处去找，去那个大排里面去捞，有捞到尸块，但是去那个垃圾场里面去弄那些那个焚化炉里面翻了半天，算天数可能已经烧掉了。然后最后一个啦哈，因为他是10年前的时候无期徒刑，后来假释出来。如果真的去年11月、今年的1月跟2月，他连续的在短短3个月内杀害3个人的话，那难道过去这10年都突然就杀锅给压起来吗？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是高雄市，所以这个媒体绿媒啊，就说这个蓝白砍绿算，马上被打脸了。是高雄市刑事警察局出来说某些的台机，更何况有人去看到了哦，就这里面没有花纹词啊，所以现在它改成什么污水管线，就说一个媒体这么大的媒体可以照这样的谣。然后就是为这个，所以回过来，这个左浪大一定要提出议案，就是为了大罢免来添柴火。